美国海军陆战队迎来史上最大变革，裁撤所有坦克连及相应的支援部队，缩编大量步兵营与炮兵营，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大幅增加远程火箭炮营，增设滨海作战团，加强侦察和无人打击系统。新编独立的反舰导弹发射营，由联合轻型战术车辆发射海军打击导弹。那么，海军陆战队如此激烈的改制，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马润斯等人的身份是否会就此改变？2023年2月1日，据 BBC 报道，为适应美国军事战略向大国竞争转型，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进行兵力结构的重塑，以适应未来可能爆发大国冲突的作战需要。但具体改革内容过于激进，以至于同时遭到美军内部大量的质疑。实际上，美军自2020年就已经开始推动海军陆战队的内部调整。2020年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杰正式签发2020到2030美国海军陆战队10年建军纲领，其中就阐述了到2030年以前美军关于海军陆战队的改革愿景和兵力设计构想。在规划中，美军计划裁撤马润目前麾下大量的重型部队，例如 M1A2 坦克、重型火炮等，计划削减海军陆战队目前全部3个师属坦克营，炮兵营则从21个减到5个，步兵营从24减到21个，两栖载具连从6个减到4个，总共裁撤12000名人员，占目前182000名额定人员的 6%， 作战人员的 10% 以上。在航空兵力方面，计划裁撤第264MV22鱼鹰中队、第462重型运输直升机中队、第469轻攻击直升机队。F-35中队数量虽然维持不变，但一个中队的基数从16架减少到10架，这意味着未来马润的航空兵编制也有较大的削减。那么，美国为何要如此激进地对海军陆战队进行调整呢？一句话总结，就是现在的马润已经被认为是个过于臃肿的军种，无法适应当前的战场形势了。海军陆战队是美国5大独立军种中的一支两栖突击作战部队。从行政角度上而言，海军陆战队与美国海军同属美国国防部下属的美国海军部，其军阶名称与陆军、空军相同，属于美国军队中的一个独立军种，也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一支精锐部队，是美国快速反应部队的主要作战力量。其主要的职责是利用美国海军下属的所有舰队船只，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全球各地执行战斗任务。从历史上来看，海军陆战队从2战开始就长期面临和陆军职能重复这一问题。例如，在2战时期的太平洋战场上，海军陆战队就在硫磺岛战役中名声大噪。此后的各类电影似乎将海军陆战队作用固化，即执行抢滩登陆和两栖作战任务。而到了朝鲜战争时期，由于2战结束后美军在远东的兵力不足，海军陆战队又承担了独立扛起战线的艰巨任务，因而遭受了大量伤亡。随后，海军陆战队开始了战后第1轮扩军，达到3个师、4个航空联队的规模。70年代，美苏冷战达到高潮，苏联以机械化部队突击港口带来的潜在威胁增大。同一时期又爆发了越战，海军陆战队扩充了大量重型武器装备，坦克数量一度达到了9个营476辆，用于在海空军火力支援下强夺西欧地区被苏联强占的港口。而这种庞大的组织架构也延续至今，成为如今海军陆战队3个独立坦克营的由来。90年代苏联解体后，最大对手的消失迫使海军陆战队开始新一轮改革，将自身定位从辅助大部队抢滩登陆的先锋，转型为由海向陆的全面领域作战的多面手。海军陆战队首先裁撤了大量的坦克，数量由476辆 M60A3 坦克缩减到224辆 M1A1。然而，2003年的海湾战争又打乱了海军陆战队由海向陆的规划。当年正值美国陆军师改旅兵力变革，而美国又急需大量兵力对伊拉克发起全面攻势，导致美军抽调了大量海军陆战队前往中东战场。这一时期，海军陆战队再次扩充兵力，将3个陆战师的兵力齐装满员，同时新增预备单位人数，采购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事实上，充当了美国的第2陆军。
当美国在2011年艰难结束反恐战争后，海军陆战队也开始捡回在21世纪初搁置的转型方案。但如今的国际形势已大为不同，新兴大国的崛起使得美国发现，即使为海军陆战队研发的新项目，例如 MV-22 鱼鹰和 F-35B 战机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海军陆战队也无法完成由海向陆的转型。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美国发现海军已经无力独自打破对手的反介入体系，这意味着规模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为此，在2021年12月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发布名为《刺探部队概念》的文件，其中阐述了海军陆战队新的建设宗旨，即全员转型为一支侦察部队，而非主战部队。刺探部队的概念将成为侦察威慑概念和远征前进基地作战概念的有效补充，可以通过提供侦察和反侦察能力，为联合部队提供战力加成。由此，海军陆战队的职能将从主战部队转化为一支装备众多先进武器的辅助部队。但这一转变意味着海军陆战队要摒弃传统作战任务，毕竟作为4等人的马润一直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从塞班岛到硫磺岛，从伊拉克到阿富汗，海军陆战队员们面对的都是极其激烈的战斗。现如今直接将海军陆战队由主战部队变为侦察部队，的确出人意料。同时，在美军内部也充满争议。那么这次重大改革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首先，由于空运对重量与体积的限制，各型装备的参数受到严格约束。为了达成便于空运的目标，海军陆战队将火力强大、防护出众的主战坦克全部退役。对，你没听错，海军陆战队正式退役麾下所有 M1A1 主战坦克，从此坦克从海军陆战队装备列表中消失，装备迭代重心放在了诸如海马斯火箭炮、M777 超轻型榴弹炮、GLTV 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以及 LAV-25 装甲车这样的快速反应装备上。同时，为了避免反坦克能力的不足，海军陆战队员广泛配备标枪反坦克导弹 FGM-172、M72 火箭筒、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等便携反坦克火力。这一系列的举措都表明，海军陆战队正在向快速机动的方向转变，充分证明其对机动的重视。机动目标达成的同时，为了兼顾火力，又广泛引入各种轻型智能化反坦克武器，例如海军攻击导弹 NSM、激光 CIWS 近防武器等装备，并将其与 GLTV 轻型车辆集成，实现底盘的通用特性。到了2022年3月，首支完成改革的海军陆战队已经部署于夏威夷卡尼奥赫湾海军陆战队基地，番号为海军陆战队第3滨海团。自成立起，该支部队在编制上就与传统的马润不同，第3滨海团只有1个步兵营，而美军大多团级单位下设3个步兵营，每个步兵营大约有800名海军陆战队员。第3滨海团另外2个营的布置借鉴了大型特遣部队，一个是目前正在测试新武器和战术的防空营，另一个是后勤营。除此之外，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较大的通信组，人员数量是普通军团的 1.5 倍以上。美军表示，此次调整的目的就是要在未来高对抗近海作战环境下实施快速机动。从调整方向上而言，海军陆战队未来将注重分布式作战理念。这是因为美军认为，在未来大国战争中，交战各方普遍表现为激烈的拒止与反拒止、介入与反介入，远程精确打击武器大行其道。在这种情况下，火力范围较近的传统海军陆战队难有作为，必须通过反舰导弹和火箭炮来增加海军陆战队的作战效益。特别在印太地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马润首要的任务是与海空军部队在广阔海域上共同应对区域拒止能力，而非传统的两栖登陆作战。因此，未来海军陆战队应当采用灵活的作战编组方式，具备更强的机动性和更大的杀伤力。而这样的作战理念也在不断调整。在2022年5月9日，海军陆战队发布的年度更新版兵力设计2030中，海军陆战队司令大卫·伯格就表示，在我们前期的改革方案设计中，就发展海军陆战队小型分布式作战单元的杀伤能力被设为重点，即发射陆基反舰导弹的能力。
防空能力和干扰能力等。现阶段要不仅重视杀伤能力，同时更加强调提升侦察与反侦察能力。因为如果不能发现敌人或者不能隐藏自己，那么再强大的杀伤力也无济于事。2022年版的文件中强调，在遍布先进传感器和精确打击武器的作战环境下，海军陆战队小型分布式作战单元的第一要务是在发现对手的同时，尽可能隐藏自己，以便侦察更远的地方。下一阶段，海军陆战队将大量采购并装备专属侦察传感器系统，并构建闭合式侦察与杀伤链条，帮助其下属的滨海作战团拥有针对海上作战空间的探测能力，确保其在联合部队侦察与探测体系受到干扰的情况下，也能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虽然就目前改革的内容而言，方向基本上已经确定，但仍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分布在大面积区域的小股部队后勤补给问题。传统的大型两栖补给舰肯定不能满足需求，需要数量更多的小型补给舰。然而，当下的美国海军面临着造舰预算不足和船厂产能不足的双重制约。此外，虽然海军陆战队内部同意了意见，但外部的质疑声源源不断。美军高层针对改革方案的争论焦点在于，应该是建设传统的海军陆战队远征分队，还是继续推进新型陆战队滨海作战团。前者可以依托两栖作战平台保持持续作战能力，执行两栖突击和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后者则基本上是一种专门为印太战区量身打造的作战单位，大部分时间是以小型机动分布式作战单元出现，执行游击式的打击任务。这将使马润们沦为一支只能应对低强度冲突的战斗部队，因此总体上而言，马润的重塑计划依然面临重重挑战。好了，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你们认为海军陆战队应该往哪个方向做改变？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